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35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千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完了 King 的经典名场面，本期将开启全新的篇章。之前故事提到过，英雄协会的内部问题日益严重。童帝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发现协会本身的腐败以及负责技术指导的金属骑士都有大问题，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难以阻止协会衰败的颓势。这天，童帝正忙着给自己的实验室搞装修，就接到了僵尸男的邀约。他算是童帝为数不多比较有好感的英雄啊，属于是那种极富正义感，无时无刻都在为了维持和平奔波的英雄。童帝暗自发誓，就算是为了不辜负像僵尸男这样的英雄付出的努力啊，自己也一定要竭尽所能改变协会的现状。结果啊，才刚跳到下一个镜头，童帝整个人啊就萎了下去。僵尸男本来是找童帝想做些日常的战略规划，没成想啊，童帝好像完全不在状态呀。在一番询问过后，童帝表示，我堂堂 S 级排名第5的英雄啊，居然被班上的同学们给欺负了，他们都在取笑我的英雄名啊。原来啊，童帝这个词在日文里面的发音叫做多德，也就是跟处男是同一个发音啊。如果你经常看一些日系的作品，你会发现其中的谐音梗简直多如牛毛啊。至于像《一拳超人》里面的英雄啊，很多人的名字确实是难以启齿啊，之后更是引发了著名的改名大罢工事件啊。那么我们说回到童帝这里啊，他被明智的事情啊搞到心态崩溃。由于平时童帝在家里面多少还沾点妈宝的倾向啊，他对于这种两性话题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了解，这也可能是他受到同学排挤的原因之一吧。更可怕的是，童帝已经开始仇视身边的所有人了，认为他们都在嘲笑自己啊。一怒之下，他丢下了一脸懵逼的僵尸男，逃回了自己的世界里啊。后者感觉到童帝明显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啊，将他的心态彻底给压垮了。最后呢，僵尸男给童帝发了条安慰鼓励的短信啊，便准备开始自己的秘密训练了。还真是贴心啊，不愧是协会中的第一暖男。说到僵尸男的特训呢，那还得从一家奇怪的章鱼烧店说起啊。附近的小孩子们都在传言，这条街上有位打扮相当奇异的女子在经营一家章鱼烧店。我一看，哟，这不是一拳超人里面的初代女神文阳吗？和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冷血猎食者不同啊，她现在的举止可以说是非常的乖巧可爱。不过在听到小孩子们吐槽她这身造型像是苍蝇之后啊，文阳光速红温，表示要把小鬼头们通通都给吸干呐。对此我只能说，求求你啊，先吸我吧。还好啊，关键时刻星星队长及时出现，他一个打针筒戳在文阳的尾椎骨上，一罐子鲜血注入下去，顺便呢还拍拍屁股卡了个油。暴怒的文阳这才逐渐恢复了理性。那么当年叱咤风云的进化之家怎么会沦落成如今这副模样呢？其实啊，春田早在16年的时候就在推特上面说过了，光头当年啊只是打爆了文阳屁股上的血包罢了。另外文阳全身还有很多皮外伤，所以缠了绷带。在进化之家被杰诺斯摧毁过后啊，石田雨龙博士就带着他的开发团队隐居在了章鱼烧小店。这天几个人如往常一样做着日常打闹，僵尸男突然登门拜访，作为曾经逃出实验室的不死之身试验品，博士对于僵尸男的态度却显得相当的平静。一旁的文阳还非常乖巧的给二人准备了茶水。你怎么自己喝起来了？不要以为可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僵尸男提到了之前饿狼被人一拳打败的事情啊。根据博士的理论，僵尸男认为只有解除了限制器的人啊，才能达到那种实力。殊不知啊，博士已然知晓了有光头这号人物的存在，而僵尸男此番前来就是想让博士训练他，帮他解除限制器，以达到提升实力的效果。就目前世界灾害的局势来讲，只靠不死之身的能力已经难以应对大量的龙级怪人了。博士沉默片刻过后，并没有直接答应下来，他表示要先带僵尸男去地下室看看他的新研究。
接下来镜头切到了英雄协会这边，工作人员正在向蛇权仔说明任务事项。一名协会的赞助商长时间失踪过后，不久前被发现死在了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协会怀疑是怪人所为让蛇权仔着手调查此事。这段故事在设定上经过了一些修改，原作里死的人是万耶他的自己，也就是一个名字和他类似的漫画家。蛇权仔了解了工作流程之后，准备展开行动。他碰巧在过道里遇上了童弟。今天这个童弟的气息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啊？他妈的，不要再叫老子童弟了！蛇权仔当场被暴怒的小学生吓得一个冷战。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打扮有些酷酷的小孩啊！童弟这是一副要从公司离职的架势吗？楚雾河的标签上，他的英雄名也改成了真实姓名，也就是勇了。童弟叫住了蛇权仔，对他说起了案件的真相。这件谋杀案他已经提前调查过了，原来是协会在暗中出售一些怪人样品，不少的有钱人把怪人当作是观赏品和宠物来购买，这就导致了各种怪人逃走或者是杀害买家的案件发生。而蛇权仔这次负责的案件简直就是茫茫多的走私案中的冰山一角啊！而杀死买家的那个怪人身体里面是装了 GPS 的，而且他早在半年之前就被协会找到，并且暗中杀掉了，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协会的名誉不会遭到损害。蛇权仔听完过后犹如遭到了晴天霹雳啊！接收的信息量太多，让他一时间有点缓不过来。童弟也是看他要被这种无头冤案折磨太可怜了，所以才提前告诉他的。一想到被协会当成小丑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蛇权仔纵使心中有无尽的怒火，也只能暗暗叫苦了。就这样，童弟毫无留恋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才刚走出协会的大楼，一架印有新英雄协会的飞机就极为高调地前来接走了童弟。与此同时，协会的高层们根本就无心应对竞争对手的挑衅行为。继邦古过后，协会 S 级前5的英雄又有一人退出了。协会现在无疑正面临着危机。这时，作为特约顾问的假面走了进来他直言协会的问题在于已经失去了人心，就连童弟这样的小学生也不愿意再相信协会，而是选择了出走。假面顺势拿出了童弟的各种工作提案文件，其内容囊括了社会面的建议、制度规划，甚至还有应对大型灾害的战略方针。可见童弟对于英雄事业已经说是尽心尽力了，而协会的这帮猪逼们成天游手好闲，根本就没有人看过这些资料他们宁愿关注假面是不是又整容了，也不愿出力干点正事。接着假面就放出了电视上正在播放的竞争对手广告，被称为新英雄协会的组织已经开始在媒体上造势了。就在刚才他们推出了一位全新的英雄，他就是舍弃了过去，从而获得了新生的飞道帝。字面意思就是不是处男眼看来竞争对手的攻势之快，挖角力度之大，假面提出我们现在应该力捧一个全新的现象级人物，让他和新的协会对抗。没错假面准备以最强的英雄为噱头，展开一个全新的偶像培养计划。你他妈的夹带私货是吧？看着屏幕中光头那毫无说服力的照片协会的人都三缄其口，并且对光头的能力表示高度怀疑。毕竟光头大部分的战绩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假面来对于协会的这帮废物是一顿嘲讽连别人的长处都看不到，你们就没有想过不是因为别人不行，而是你们的眼神太差了吗？接着假面表示，不管是人力、财力还是权力，我早就打通了这3方面的渠道我想要捧红水，根本就不需要过问协会，而在座的各位只是要负责不拖我的后腿就行了。面对假面如此自负且气势逼人的态度高层的一帮酒囊饭袋也是不敢反驳。而假面这一次看来是要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压在了光头的身上。哇，他真的我哭死我强烈建议假面做正反，杰诺斯做小切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老鹰比马考伊却突然借故离开了会议室。他暗自窃喜啊，假面甜心的真实身份其实早就被自己所掌控了。他更是知道英雄协会走向失败的现实是不可逆转的，自己作为始作俑者之一啊，早晚是要被揪出来的。所以啊，他打算在关键时刻曝光假面的身份，并且让他陷入巨大的丑闻之中，把舆论和法律的枪口啊都指向协会和假面。这样呢，马考伊就可以用扳倒协会和假面作为投名状，享受极高的待遇，加入新协会，安稳的度过自己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了。哦，原来马考伊这个狗逼早就和新协会互相勾结起来了。在和他通电话的是一个长得像蒙多一样的男人，他们正在商量要把之前协会地下赌场的客流拉到新的协会这边来。蒙多表示，新协会的玩法花样更多啊，甚至还可以给怪人下注，支持他们打赢英雄呢。我靠，那真的是太讽刺了，果真是天下的乌鸦一边黑是吧？我还寻思这个新协会能办点正事呢，结果就是换了个场地继续吸血罢了。在故事的最后，新协会的几个重要干部于黑暗中现身，看他们这股势头啊，又是一副对掌控世界虎视眈眈的样子啊。那么各方的势力基本上已经形成，之后呢，就看他们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了。本话结束。